在瘦素被发现以前几乎是全世界的人都认为我们的体重，我们长肥或者变瘦呢，都是仅仅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或者运动习惯相关啊。比方讲，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认为只要少吃多动，人就会变苗条、变结实、变瘦；只要是多吃少动就会变肥。但是对为什么有的人他就喜欢少吃多动，有的人就喜欢多吃少动啊，没有什么深入的认识。直到1994年一个叫做杰弗里·弗雷德曼的洛克菲勒大学的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了身体里面有一种激素啊，有一种荷尔蒙啊，就叫做瘦素啊 ，leptin。从此呢，才刷新了人们的认知啊，原来我们身体里面从生理上就是有这么一种东西的，就好像女性她生理上就有这个设备，她才能够怀宝宝，不是说她发生某个行为她就会怀宝宝，对不对？她首先有这么一个设备才可以，就好像我们人流眼泪也是一样的，你要有这个泪腺，那么你悲伤的时候呢，你才可以流眼泪，要不然你悲伤也没用。原来我们人的身体里面本身就有一种物质啊，它可以来决定你的胖或者瘦。这种叫做瘦素的荷尔蒙，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怎么工作？怎么影响我们身体啊？我们待会再讲啊。要讲这个杰弗里发现瘦素之前，其实还有一个科学家值得介绍一下，这个叫做科尔曼的科学家呢，可以说他是最早去研究人的身体里面有没有一种东西，有没有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可以决定我们胖瘦的。但是他运气没有那个杰弗里那么好，他1993年就已经退休了。在他退休后1年，这个杰弗里运气很好啊，就发现了这个瘦素，然后呢，会永远的载入科学的史册，也会永远载入人类的减肥史啊。但是科尔曼呢，可以说他真的是一个先知，在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人的胖和瘦啊，都是只是跟他的饮食习惯啊、生活习惯以及他能不能够管住嘴，他能不能够迈出腿这样一个意志力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怀疑，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应该有某种生理性的机制。于是呢，他就做了很多实验，用小白鼠来做实验。所以真的可以这么说，小白鼠才是人类真正的救星。如果没有小白鼠的话，人类的整个科学，尤其是什么生物啊、什么医学啊，起码要倒退几十年、300年。这科尔曼他怎么用小白鼠做的实验呢？他把小白鼠分成好几组啊，其中一组呢就让他们跟那些野生的老鼠一样啊，每天只能在8个小时以内可以吃东西，然后超过这个时间呢就不给他们吃了。而他们的食谱呢也跟那些野生老鼠差不多啊，就是五谷杂粮啊，正常的杂食动物嘛，老鼠啮齿类的啊，对吧？就是给他们吃这些东西，不会偏重于某一类。还有一组呢，同样的也是8个小时给他们吃，但是呢，却要给他们吃很多高能量的那些高碳水的东西。还有一组呢，就是让他们1天24小时随便吃啊，而且高能量的由你自然选择。就发现这一组随便吃的老鼠它特别喜欢去选吃那些高能量的东西，而且越吃越停不住是最肥的。然后呢，这一组8个小时可以随便选择食物的老鼠呢，也是很肥的，也是比较肥的。而那一组8个小时像野生老鼠一样去吃的呢，他们是没有肥的，哪怕它在实验室里面的这个环境比居住在外面的老鼠要更加安全一些，对吧？但是呢，它还是依然不会长肥。当然，如果实验呢只是做到这一步依然仅仅能够证明这个老鼠的长肥或者变瘦仅仅是跟它的饮食习惯它的生活习惯相关。但是接下来科尔曼做了一个更绝的事情，他就是把这个瘦的老鼠跟这个肥的老鼠把它们连体用手术刀把它们切开，然后缝起来，把2个老鼠缝成一只。这个时候呢，再给他们提供一样的食物，给他们一样的食物选择，结果就发现那个肥的老鼠1个月之后还活着，甚至有的还在长肥，而那个瘦的老鼠呢，活不到1个月就已经挂掉了。而挂掉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瘦的老鼠它食欲不振它不怎么喜欢去吃东西。经过多次这样的实验之后呢，科尔曼呢他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这2个老鼠因为之前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不一样，导致了他们身体里面生理机能上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使得那些肥的老鼠它的食欲更强烈，而那个瘦的老鼠呢，它的食欲呢有所减退，或者说没有变得更强烈。当然他当时还没有找出来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就在他退休1年之后杰弗里就找出来了，这种东西就叫做瘦素 leptin 重要的事情要再说一遍瘦素 leptin。 瘦素这种东西它能够抑制我们的食欲，同时呢它能够促进代谢，促进脂肪的分解。同样的，如果身体里面我们有足够的瘦素这种荷尔蒙的话呢，我们的压力水平相对来说也会更低。而反过来，
如果我们的瘦素身体里面越少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压力感觉到更大，压力更大怎么办呢？那就是吃，对不对？吃是一个缓解压力的方法，所以食欲会更旺盛。哪怕没有压力如果你瘦素少的话呢，那么食欲呢也会不那么容易得到控制，也会更加容易去吃，然后代谢呢就会变得没有那么好，尤其是对脂肪的分解和代谢。如果脂肪的分解代谢不是那么好的话，那么脂肪的这个细胞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从1994年到现在也差不多25、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25、6年呢，又发现了很多关于瘦素的各种各样的秘密就是发现很多人如果他吃肥了之后呢，他是瘦素的分泌，有的人他是会变少的，还有一些人因为肥胖，他对瘦素呢他是有一种抵抗，就说瘦素它发挥不出原本的作用，这样一来减肥的难度呢也就越来越增加。曾经有不少的科学家尝试直接用瘦素来做减肥，就是往你的身体里面给你注射或者用一些方法让你变得瘦素多一点。但是这些方法并没有确凿的可以证明它是有效的，可能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有效果，就是很随机的状况。因为刚刚讲到了，有的人他可能会出现瘦素抵抗，而且既然瘦素它是一种激素，它是一种荷尔蒙，如果你身体里面本身这种瘦素分泌已经不多了，或者你本身这种瘦素呢哪怕分泌的足够，但是已经有这种抵抗，它已经没有什么效用了，如果你再把这种瘦素呢强行的添加到身体里面去，它可能不但不会有好的效果，相反呢还会有一些别的副作用。因此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一种说很科学的方法就是可以直接我们吃瘦素或者注射瘦素然后身体呢就会自然去变瘦，因为这样子我们的代谢就会增高我们的脂肪分解就会加快然后我们那些很难控制的食欲就会很容易就得到控制。相反就算现在证明了身体里面有瘦素来决定或者说来反映我们身体的这个胖还是瘦，但是真正的最有效最健康的方法来控制我们体重的呢，还是从生活方式饮食习惯、运动习惯这些地方来入手。比方讲有的人很肥哪怕他身体里面他这个神经系统他能够照样的分泌这些瘦素同样的数量同样的质量，但是呢他有这种瘦素抵抗。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帮助他，或者说他自己有很强大意志力当然通常很强大意志力并不是那么可靠就像你看很多人戒烟一样如果光是意志力就能解决问题的话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烟都会戒得很成功，因为很多人其实抽烟他都是很有意志力的人，对不对？一个人能够坚持抽烟，同样的他当然也可以坚持不抽烟，对不对？从意志力的角度来说，就有些东西不是意志力可以决定的。那么这些很肥胖如果已经出现了瘦素抵抗的情况的话呢，如果有人能够帮助他，或者有客观的环境给他支持的话呢，他的身体变好之后这个肥胖问题解决之后，他的瘦素抵抗呢也会跟着消失。同样的道理就是当人的这个身体变好之后呢，一些瘦素的分泌不足的情况呢也会得到改善。这个东西就好像是你越是在乎你的身体，在乎你的体重，那么你的体重呢就越好控制，越到后面越容易去控制。你越是不在乎，越是一开始觉得多吃一点无所谓，然后又觉得有点胖无所谓，然后又觉得再胖一点也无所谓，到时候减回来就行了这样子一个一个累积下去呢，反而呢这个控制体重就变得越来越难。所以如果身体没有出现肥胖情况的话呢，最好就不要去尝试肥胖。如果身体呢已经超重或者已经肥胖了，最好是及早的去做调整，及早的下决心首先认识到意识到这个东西如果真的长肥了，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因为你曾经瘦过就觉得我长肥了我随时可以瘦过来这种吹牛的人真的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做到的人却并不多起码从比例上来讲呢是占到少数。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呢有价值的话呢，一定要给我点一个赞，给我支持，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